牛哥没来，就我一个人。我是没事干，确实没事干，晚上太无聊了。好，行，实在太无聊了，真的太无聊了。哎，接点水，接点水，走吧。太甜了。对，今天一个人在练啊，一个人在练，都去过节去了。肚子圆圆的，呼呼。又跑去锻炼了，没事干啊。晚上时间确实是无聊。
有那么冷吗？我去，我这里热的要死，你那儿有那么冷吗？我主要是心寒是吧？进。今天都出去回家了，都他俩回家了呀。买个山头吧。什么一头？这2头半，不是1头半。走了。你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健身房。啊？健身房。怎么了？你在哪里啊？我在他妈集团。我在集团，怎么了？我问清楚了，问好了。你说。一定要看实习。啥？必须要看清，必须要看清。这个管刑管不了，因为他是19点，然后呢还有逃逸。所以非常严。
说酒驾当中可以的。就差那个了。对。就这是最多的吗？对呀、就1到6，反正。1个月是可以。6个月不行，6个月不行，6个月门的店都关门了。他当天晚上吹都吹了180，你不是在开玩笑吗？对呀、你吹190，你血压抽出来，绝对是超了，你信不信？他。也有可能，也有这个可能，我跟你讲。对，有可能是他当时喝完那个嘴巴里面那个气味很大，然后呢，血液里面不具体的话看。对，是的。对，感觉应该是没那么快，这个东西。对，因为他当时应该是刚那个碗吹出来，应该是更直接的。应该是早上8、9点多吧。跟商量一下，如果说可以少那个，具体能花多少钱，让他自己那个看一看。能尽量能花钱少花，那是最好的。反正我觉得不能超过3个月，你看。就看，他们说这个多花点钱还是可以的。要不要出来了，肯定要跟他说了，要不要你这个，要不然怎么办啊？他那个不是最直接的。
对啊。你说半年我花那么多钱，我赚这么多钱，我花那么多钱，我不净赚了。我觉得啊，我觉得不超过10万块。对。嗯。这个结果是最好的。一旦你再超了，那划不来了，没那必要已经。实行的，那是没毛病，实行该实行。嗯。实行还是要实行，就这个时间问题。嗯。明天出去吃个饭算了，再商量商量。好。好，你先喝，好，就这样啊。嗯，拜拜。黑牛今天没出去吃饭吗？
哎呀，哎呀，就这表情啊，天生就这表情。头3头，再练个2头吧。对呀、就我一个人啊，就是我一个人。你那人再乱说话吓我的话，我给你送出去了啊！休息几个月，休息几个月还练啥呀？下午几点起床？2点啊，2点钟。光军士生。嗯。没人。昨天呢？昨天，苗说好像他是有2个人来上课了吧？主要是他手机。对。他手机被没收了是吧？对，关机了。反正明天应该这个事情会可以。跟刘若芬的那个。刘给我发信息了。
最后发现写到了问清楚，那怎么说啊？就看，可以怎么说？看能不能花钱上。花钱是吧？啊，判没关系啊，因为这个我们也想过了。最多1个月能最高。有的时候要判死刑，这个死刑真的是，真的是。反正这年就要是搞个4、5个月就。嗯。桑尼哥哥。有的时候花太多也没必要。对，10万以内是最好的，超过就没什么意义了。是吧？唉。你知道他谁叫过去的，你知道吧？杨军叫他的。我猜他是杨军。我就直接问杨军的，我说今天喝酒是不是你叫的？他说是的。就前天来了个电话，怎么样了？就问了一下。那就是拿了2酒是吗？嗯。他喝了杨梅烧酒，喝了1斤，喝了1斤啊。你说吹出来的白酒，你去量在血液的话，至少要涨10%到20%，200肯定是有的。他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在那边的工厂。是这样。
明天确定明天就知道。明天8点钟，应该就8点钟，明天早上去接他们，然后去宾馆里洗个澡。因为你知道吗？我朋友他跟我说，他说他也有一个朋友，就是撞好之后直接就跑掉了，人跑掉了，第二天才去处理。对他这个状况是要第二天去。对，他代谢快呀。是啊，那就快了，都晚上疯狂的喝水就是。但他那天妈的没给我打电话，是第二辆车撞了之后，女儿给我打电话，他都没给我打电话，发现咋办？
공부하면 되니까 이제는 저것한테 미셔.基本没出个转折，这说的什么法？学我，菜劲儿。他今天晚上不出去，在深渊无底洞啊！不是你先斗的吗？森林虎。暖宝宝，暖宝宝。
做个有，等会儿做个有氧，再来做。不知道什么样的福利才算福利。谢菜鸡的墨镜儿，1211的墨镜儿，好兄弟，每次一个墨镜儿。铁疙瘩。菜鸡从我开直播那天开始，菜鸡就在，啊，跟黑牛一样，对不对？好几年了。菜鸡好，这几年都没改过名字，我一直叫菜鸡。菜鸡儿。
菜鸡儿，改了名就把我认识了。这个头像也没改过，一直都这头像，啊。这头像是《街头霸王》里面那小子吧？为什么今天这么喘？你呼吸不通，算咋回事？人鱼线，老早就有了。体脂低的人鱼线是更明显。好了，去做个有氧吧。谢菜鸡的捏捏小脸，好嘞，6溜，OK。好了，就这样吧，啊，做个有氧就结束了，稍微做个几分钟，啊，做会儿做会儿。白洛因是谁啊？我看看白洛因是谁。你丫上瘾了，原来是这小子。昨天晚上的电影还没看完呢。
卖处要了4瓶水。I'll get 4 of the nuts. And 4 of this. 一所弓形作为西港，他从墙上刮下已经风干的油漆，再烧，让它放在那地方。哎，延边，妈的，高领棒子！10年了。 2025韩国最新犯罪动作大片《别浦脏钱派》，而本片也是执笔超人气剧组吴汉党编剧金明秀的处女作，一经上映就获得无数好评，更是被评为韩国年度最佳黑暗题材电影的当红之作。且无论是剧情、尺度、犯罪因子，都绝对是全部拉满的存在，让人看一眼就肾上腺素飙升。无不想一睹此片全貌，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韩国电影自从废除电影审查制度，真的是什么都敢拍。而正片开始之前呢，也先感谢转转催更，最近断舍离，刚好把我的旧手机放转转卖了。转转现在不止收手机，就连 LV 包、平板、手表都能收。听我的，闲置物品想要快速变现，认准转转 APP。近日的韩国一小巷之中，莫名的出现了一具跳楼身亡的尸体，但让人奇怪的是，周围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他。而我们的男主明德，作为刑警的他，自然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同行的还有他的同事大牛，而大牛也是询问一旁的片区民警树根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据树根描述，就是有一名50多岁的小伙从5楼跳下来，当场就领了盒饭。而明德则是率先来到了尸体面前，但对方身上显然有被折磨的痕迹，也断定了对方应该不是他杀就是自杀，随即就去。欢迎收看粉丝点什么，博主就解说什么系列的第2期，评论和私信中呼声最高的电影《极速追杀》来了。极速系列的巅峰之作《极速追杀2》来了。欢迎收看粉丝点什么，博主就解说什么系列的第2期，评论和私信中呼声最高的电影《极速追杀》来了。谢生灵府的棒棒糖，若要评选21世纪最酣畅淋漓的动作片，每一位观众都会有不同的答案。可能有人喜欢疯狂的麦克斯4那极致的速度与爆炸美学，出血2那近身搏杀的极致张力，谍影重重那巅峰造极的特工谍战。但如果将焦点锁定于枪械交锋、杀意弥漫的动作美学而论，那极速追杀系列或许才是无数人心中的不二之选。那么收拾好心情，扣好安全带，一场火力全开的极限解说正式开始。影片的序幕，一辆黑色 SUV 慢悠悠地驶入画面，冲撞上了水泥台阶。一名满身伤痕的男子摇摇欲坠地从车中跌落，他正是我们本片的男主约翰·维克。腹部中枪的他颤颤巍巍地掏出手机，屏幕上播放的是他与亡妻曾经相拥海边的温馨时光。没过一会儿，失血过多的他最终昏倒了过去。随着一阵闹钟的响起，镜头回到了数日前。约翰缓缓地从自己的大床中苏醒，他房屋简约大气，面积宽敞，一看就不少钱。而房中的每个角落，处处都有亡妻遗留的生活痕迹。断断续续的闪回镜头，也将往事徐徐铺展于观众眼前。原来，约翰的妻子不久前突发重疾，最终在医院不治离世。从那一刻起，约翰的人生就彻底陷入了万丈深渊。参加完妻子的葬礼，许多亲朋仿佛形同陌路，招呼都不打就匆匆离去，唯独只有故友马库斯前来安慰他。晚上，约翰收到了一份意外的快递，打开包裹，竟是一只可爱的比格犬。随包而来的还有一封信件。这位在葬礼上都坚强的滴泪未落、缄口不语的男人，却在读完这封信后就再也绷不住了。John, I'm sorry I can't be there for you. But you still need something, someone to love. So start with this, because the card doesn't count. I love you, John.This illness has loomed over us for a long time, and now that I have found my peace, find yours. Until that day, your best friend, Helen.从此，约翰将对亡妻的相思全然寄托在这只小狗身上。他们日夜相伴，不离不弃。约翰也渐渐走出痛失挚爱的阴霾，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这天，他开车带着狗子外出采购狗粮，途中在加油站加油时，一个看起来很欠揍的俄罗斯富二代盯上了约翰的座驾。敢在加油站公然吞云吐雾的人，显然不是什么好鸟。Nice ride.
约翰所驾驶的座驾是一辆1969年出产的福特野马 BOSS 429，这辆车不仅油耗惊人，车价也不菲。但此时此刻，这位俄国少爷显然不是来交友的，他上来就趾高气扬地拍着机盖问约翰 How much? Excuse me? How much for the car? She's not for sale. 双方对峙之间，富二代用俄语喷了几句垃圾话，没想到约翰这位老美竟也听得懂外语。Усього сука є цвайцем. А вот и сука нет. Кого себе держит? Have a good day, sir. 经历短暂的小摩擦之后，约翰驱车驶往了机场空旷地带，来了几圈高难度的极限漂移，尽情宣泄着内心的不快情绪。当天夜里，约翰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于是索性让狗子上床和他一起睡觉。随后，约翰不慌不忙地拨出电话，预定了一份12人的晚餐外卖。此语明显是地下世界的黑。随即进入舞池之际，约翰跟随震耳欲聋的音乐，再次开启了杀神时刻。吓破胆的尤瑟夫仓皇逃至街头，急忙坐上车才躲过一劫。里面的约翰在多人的围攻下也不幸中枪，但好在有防弹衣，并无大碍。随后与维格王牌保镖激烈肉搏期间，约翰肋下被碎酒瓶扎伤，又被重重从2楼上摔下。见主要目标已经跑路，约翰也不再恋战，第一时间果断选择撤离。Victor's dead. Усего есть своя цена.
负伤的约翰返回了大陆酒店，前台卡戎对此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淡然告知约翰，酒店医师已在楼上待命，是一位亚裔的医生帮约翰缝合了伤口。他也出演过《黑客帝国》的老锁匠，这也算是梦幻联动吧。约翰饮下一杯威士忌后，便回房躺下稍作歇息。此时，酒店对面的屋顶上，老友马库斯正透过狙击瞄准镜凝视着约翰。就在准星锁定约翰身旁之时，发现一个人影已经溜进了他的房间。按照狙神马库斯的水准，这一枪绝不可能打偏。他这是在提醒约翰，有刺客来了。Hey, John. Perkins? I thought I let myself in. 按照规矩，杀手是不能在酒店内干活的，但维格开出400万美元的天价悬赏，让他不惜铤而走险。可惜帕金斯还是略显逊色，被约翰以锁技制服。接着，约翰逼问他尤瑟夫和维格的位置，为求自保，帕金斯只好出卖金主，让约翰去一个叫小俄罗斯教堂的地方，因为那里是维格的地下金库。得到情报的约翰并未取帕金斯的性命，仅是将他击昏了过去。翌日清晨，伤势稍愈的约翰来到教堂，面对热情迎接的神父，约翰二话不说，直接就掏出了把突击步枪。他拖着神父进到地下金库，顺手解决掉2个看守保安。神父见状，赶紧识趣地输入密码，打开了金库大门。在放走了2名吓坏的财务人员后，约翰毫不迟疑地投掷燃烧弹，烧掉了维哥的小金库。维哥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了教堂，殊不知约翰早已在此等候多时。激战中，约翰被疾驰而来的车辆撞飞，当场晕厥了过去。等再次苏醒时，已被维格牢牢绑于仓库。维格当面质问约翰：“不过是区区一辆车和一条狗，有必要这样大动干戈吗？”但也就是这句话彻底激怒了约翰，因为那可不是一般的狗，那可是王维诗里的。但现在他双手被绑，也无济于事。维格本可以一枪爆头全剧终，但他却要让手下用塑料袋将约翰活活闷死。危急关头，屋外冷不防飞进一发狙击子弹，原来是马库斯又来救驾了。此前他佯装接下维格的悬赏，其实是要伺机保护好友。约翰趁机奋起反击，与维格的王牌保镖进行殊死肉搏。随后，约翰飞奔出仓库，超近道堵截了维格座驾。在 KSG 霰弹枪的巨大威慑力下，维格自知在劫难逃，为保住自身性命，只得咬牙将儿子的藏身之地和盘托出，当真是父慈子孝的绝佳典范。Is kept in a safe house, Brooklyn, 434 Wallace Place. They know you're coming. Of course. But it won't matter. 此刻已领教过杀神厉害的尤瑟夫正躲在安全屋内瑟瑟发抖。虽然此处已被维哥重兵守护，但约翰这一次却并未莽撞强攻，而是先干掉外围保镖，夺取了对讲机。占据有利位置后，约翰开启了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接着，约翰按下炸弹开关，断绝了敌人所有退路。此时的尤瑟夫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没跑出几步就被约翰一枪击倒在地。约翰不多逼逼，直截了当地要了他的狗命。大仇得报后，约翰意兴阑珊，准备从酒店退房离去。前台卡戎为表照顾不周，特意赠送给约翰一辆崭新的道奇跑车。而约翰离开酒店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找到好友马库斯，感谢他在危难时刻多次仗义相救。马库斯语重心长地劝慰约翰，让他趁此机会彻底金盆洗手，不要再沉溺于杀戮纷争之中。而在不远处，女杀手帕金斯则正一脸阴沉地盯着二人。晚上，马库斯独自返回家时，却发现家里已然被不速之客占领。毫无悬念，正是女杀手帕金斯暗中告的密。维格对马库斯实行了非人的殴打折磨，认为马库斯保护约翰背叛了自己。暴怒之下，维格几枪终结了马库斯的生命，并狂妄至极地打电话向约翰挑衅。约翰听后猛然调转车头，火速赶往马库斯住所。可等他抵达时，马库斯已经凉透了。旧恨未消，又添新仇。此时，大陆酒店也开始执行了他们的清算计划。由于帕金斯在酒店内行刺，经理温斯顿当即秉公执行了家法。By thine own hand, revoked. 所谓头可断血可流，唯独规矩不能乱。大陆酒店的不杀铁律也将成为贯穿极速系列的重要伏笔。随后，温斯顿主动给约翰打去电话，透露了维格此刻的确切行踪。一场腥风血雨的终极决战即将拉开序幕。极速系列的巅峰之作《极速追杀2》来了。2014年，《极速追杀1》的横空出世，彻底颠覆了整个好莱坞动作电影的传统格局，掀起了一股强调实战、硬核搏杀以及干腹的全新浪潮。尤其是影片中那闻名于世的莫桑比克射击法，更是令人记忆犹新。正所谓两枪胸部一枪头，神仙来了也摇头。而今天所要详解的第2部《夜魔人巴巴亚嘎》将全面复出，这一次他不再是为狗而战，而是为信条、为底线，血洗罗马整个黑帮。那为了提升各位观众的观看体验，本期视频依旧将延续上期的传统，从中会加入枪械型号的讲解、最终的 MVP 结算战绩以及扣人心弦的精彩原片。那么废话不多说，点赞收藏后，我们火力全开的精彩解说正式开始。Mr. Vic。影片的序幕，镜头徐徐扫过纸醉金迷的纽约街景，然而背景声中却是十分激烈的引擎轰鸣。骤然间，一辆摩托从街角处翻车而出，而紧追其后的是一辆1970年的雪佛兰 SS396。从车上标志性的白色双线涂装可以得知，这正是上一部中约翰从修车厂老板那里开走的座驾。在闯了 N 个红灯后，摩托车被约翰成功拦截，他从骑手的口袋里取出一张金色卡牌，随后便扬长而去。镜头一转，来到一处规模庞大的汽车修理厂。这里表面看似平平无奇，其实是一个靠出租车掩护的毒品窝点。而此地老大不是别人，正是上一部中被约翰亲手送去见上帝的维哥弟弟阿布拉姆。大家看着都应该有点眼熟吧？康斯坦丁中的撒旦就是他饰演的。身为庞大毒品帝国的幕后老板，此刻却如临大敌，命手下迅速整理好资产，准备跑路。因为上一部他那有效的侄子偷完约翰的车后，就把车藏在了他这里。如今兄侄二人相继丧命，阿布拉姆心中笃定，下一个肯定是自己了。然而觉悟虽快，可约翰凭借手中金色卡牌的线索，早已摸上了门。Why don't we just eliminate John Wick is a man of focus. The sheer fucking will. 回家，当然回家了，在健身房干啥Once killed 3 men in a bar. a pencil? I know, I've heard the story, With sir. a fucking pencil? Who the fuck can do that? I can assure you that the stories you hear about these men, if nothing else, has been watered down. 进入厂区
区后，约翰先是找到了自己心爱的野马 BOSS 492，然后一脚油门漂移出库。他原本无意再大开杀戒，只想悄然离去，怎料阿布拉姆的手下却阴魂不散，驾出租车紧追不舍，还将约翰的爱车撞得七零八落。无奈之下，约翰只好开摘了。接着，约翰调转车头，准备从另一侧的卷帘门离开，可竟还有个不长眼的家伙挡住了去路。这里监控。见小喽啰踉跄的往后跑路，约翰又一个倒车加甩头，免费送了他一程。见约翰被撞下了车，其他的小弟开始一拥而上，约翰一个手刃加踢裆，3下5除2就将其全部放倒。这时，一名魁梧壮汉突然杀出，直接将约翰抡起，抱摔在地。眼看自己就要体力不支，约翰索性拔枪解决了战斗。不是哥们儿，你有枪咋不早掏出来？战斗结束后，约翰步入了阿布拉姆的办公室，他波澜不惊地倒出2杯烈酒，递给了对方，说这是和平之酒，喝了咱俩就一笔勾销。阿布拉姆虽然不咋信，但他也别无选择。一饮而尽后，约翰才驾着自己伤痕累累的野马离开了这里。回到家后，约翰打开了副驾驶的储物箱，取出了里面的信封，那是一张他与亡妻的合照，上面还写着妻子生前留下的祝福语。原来这辆车竟是妻子生前赠予他的生日礼物，难怪他誓死也要将其取回来。伤感过后，约翰拖着一身疲惫走回卧室，开始沐浴更衣，在重温了一遍妻子的视频后，倒头便睡了过去。当日下午，上一部中的修车厂老板登门拜访，看着眼前惨不忍睹的野马状况，不禁大吃一惊，表示这车修是可以修，但就是得花点时间。Let me know when it's fit. All right. They'll be ready Christmas 2030. 送走完修车老板，约翰打开了地下室大门，重新将枪械和金币收纳进箱子里，然后浇筑混凝土，将这些杀戮利器再度封存。这里我们将镜头停顿片刻，看一下约翰封存起来的有哪些装备。首先是上一部的主战手枪 HKP30L 备用手枪，格洛克26长枪分别有 Keltec KSG 霰弹枪以及2支 CA415突击步枪。OK， 回归剧情，约翰刚刚坐下稍作喘息，门外就传来了急促的门铃声，一名操着意大利口音的黑老大前来拜访，看样子他应该是约翰的老相识。约翰虽然有些诧异，但仍将其迎进了屋。这位意大利佬名叫桑提诺，是科莫拉犯罪集团的高层人物。简单的叙旧后，桑提诺就直接开门见山，掏出一枚象征盟约的徽记勋章。在极速系列的世界中，江湖规矩森严，有2条戒律至高无上。其一，大陆酒店内不得开杀；其二，就是这个徽记盟约绝不可违背。徽记说白了就是一种江湖人情债。今日你若有难，我倾力相助；他日我若遭劫，你必鼎力回报。正是所谓一诺千金，生死相依，歃血为盟，从此祸福与共。在上一部电影中，维格所说的约翰完成了那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约翰靠这徽记的盟约从桑提诺那里换取援助才完成的。如今桑提诺找上门来要约翰还债，而约翰却再三强调自己如今只想安享清静生活，不愿再涉及腥风血雨了。 I'm sorry. 桑提诺礼貌告别后，转头就来了一记回马枪。他扛的装备是 ARWEN37防爆枪，本是发射橡胶弹或催泪弹的非致命武器，桑提诺却直接填装上了榴弹。 接连的3发榴弹，约翰的豪宅就瞬间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所幸这回人和狗子都没事，不过关于妻子的所有珍贵回忆都付之一旦了。不久后，熟悉的龙套警察吉米又来插科打诨了。Gas leak? Yeah, gas leak. You working again? I'll see you, Jimmy. 无家可归的约翰带着爱犬连夜投奔了大陆酒店，灰头土脸，搞得前台卡荣还挺诧异。接着，他找到了酒店经理温斯顿。听完约翰的来意后，温斯顿再次强调了务必遵守的2大戒律：一是大陆酒店里不能开杀；二是每个徽记都必须给予荣耀，并且他还首次提及了高桌这个新概念。在急速追杀的世界观中，高桌是由全球12位黑帮大佬组成的至高委员会，他们权势滔天，横跨警界、政界、官僚，可谓手眼通天。而拒绝徽记盟约的话，就会被这个高桌组织所追杀。总之，约翰别
别无选择，必须接受桑提诺的任务。约翰将爱犬暂时托付于卡戎照顾后，转身便直奔桑提诺的所在地而去。两人见面后，桑提诺也丝毫未加掩饰，还是直接开门见山，他要约翰去杀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远在罗马的亲姐姐吉安娜。原来他们的父亲就是意大利著名犯罪集团克莫拉的首领，也是高桌12名成员之一。可父亲离世后，却将高桌之位传给了姐姐吉安娜。桑提诺那是100个不服气，无时无刻都想着取而代之，但毕竟手足情深，亲姐弟的血缘羁绊令他心生犹豫，所以才决定借助灰烬之力，用约翰的手去铲除自己的亲人。约翰虽有些无言以对，但还是默认接受了任务。事不宜迟，约翰迅速动身，前往犹太人开设的地下钱庄，取到了自己的备用武器箱，里面是一把装载扩展弹匣的格洛克16手枪，大约70枚的金币，以及一叠各种国籍的护照，而最上方的是一本俄罗斯护照，这也似乎暗示了约翰的出身。不久后，约翰便来到了有着永恒之城美誉的罗马，这里也设有大陆酒店的分号。负责打理此地事务的经理叫朱利叶斯，与约翰也算是老相识了。看到约翰出现在这里，令他倍感诧异，以为他是来杀教皇的。但得到约翰否定的答复后，朱利叶斯才大大松了口气，并给约翰递上了酒店最高规格的套房房卡。接下来的一幕堪称是整个极速系列非动作桥段中最为经典的战前准备。约翰先行来到著名裁缝店，定制了一套防弹西装，继而购买了吉安娜加冕典礼举办地的详细地图和钥匙。但真正引人注目的重头戏还是约翰的挑选枪械环节。他深知在高桌成员的重大仪式上实施刺杀行动必然是九死一生，为应付不同距离的交战场景，他精挑细选了数把性能各异的枪械。首先是主武器，约翰舍弃了前作中惯用的 HKP30L 手枪，改用了 TTI 定制版的格洛克34战斗大师。接着是突击步枪，约翰选择了竞赛级的 TTI TR-1 Ultra Light， 而考虑到高强度的近距离战斗需求，另一把伯奈利 M4 霰弹枪也必不可少。Custom bolt carrier release and charging handle. Textured grips should your hands get wet. 除此之外，他还精心挑选了一把锋利的折叠单刃短刀，以备不时之需。采购完毕，约翰全副武装，整装待发。随着夜幕降临，吉安娜的加冕典礼也正式拉开序幕。典礼举办之地名叫卡拉卡拉，是古罗马时期的公共澡堂子，也算是历史5A 级景区了。约翰用先前买来的钥匙打开了后门，潜入了浴场的地下通道。他一路上将步枪与霰弹枪分别安置在不同位置，自己仅携带2把格洛克手枪和匕首，慢慢地向典礼中心区域前行。而仪式现场上，另外一名来自于非洲的高桌成员阿肯尼单独会面了吉安娜。由于吉安娜强占了阿肯尼的地盘，所以他这次是来交涉的。可吉安娜态度依旧强硬，寸步不让。无奈的阿肯尼只好愤怒地转身离去。送走阿肯尼之后，吉安娜表示要到后台补下妆。然而下一秒，约翰就如鬼魅般出现在了这里。身为旧时的吉安娜自然明白约翰的来意，起初还想求约翰抬手放自己一马，但当他得知这一切均源自弟弟桑提诺的灰烬之约时，顿觉心灰意冷，放弃了抵抗意志。随后，吉安娜告诉约翰，桑提诺拿下高桌席位之后，必然不会善罢甘休，他的野心是控制全世界，而下一个目标就是纽约，而约翰你就是将纽约拱手送出的那个人。说完这些，吉安娜坦然宽衣，全身赤裸地走向浴池。作为有头有脸的大姐大，生要以自己的方式生存，死也要以自己的方式死去。接着，吉安娜躺在浴池之中，池水被瞬间染成了红色。约翰缓缓来到浴池边，轻轻握住吉安娜的手，以这样一种沉默而庄重的方式告别了自己的旧时。完成刺杀任务的约翰正准备离开这里，却不幸被吉安娜的贴身保镖卡西安所认出。两人都是杀手界的顶级人物，也都深谙对方的底细。简单寒暄几句后，影片中的第2场大型动作戏就此一触即发。听故事会呢，看电影解说，又到家了。
谢汇宝的520。晚饭应该吃好了吧？吃了顿好的吧今天。马上结束了，不看点电影，时间过得太慢了。约翰一路披荆斩棘，重返了先前埋伏武器的地下通道，而桑提诺派出的哑女杀手阿瑞斯早已在此恭候多时。又一轮惨烈的厮杀随即爆发。今天没戴眼镜，戴眼镜就好。今天戴过眼镜。时间到，结束。好了，今天就这样了，下播结束。峰哥，美女，汇宝，泰迪熊，泰迪。最终来到 MVP 结算画面，在这场战斗中，约翰总计开枪147发，射偏19发，命中128发，命中率高达87%，包括吉安娜，共计击杀人数65人。相较于前作整部电影累计击杀77人的记录，杀神此次归来的残暴程度明显更上一层楼。回归剧情，历经枪林弹雨的约翰步履蹒跚地走在回去的路上，结果下一秒。开车的不是别人，正是吉安娜的贴身保镖卡西安。一场势均力敌的死战随即爆发，这场搏斗也是系列中的最佳近身战之一，拳脚刀枪刚柔并济。约翰更是数次以咏春招式化解攻势。虽然老外的身体灵活柔韧性不如东方演员，但贵在够硬够血性。
收拾收拾，拜拜，拜拜，兄弟们。好了，下了啊，明天见，明天见。微微的了，微微的。下了，我下了。拜拜。